就是那个朴宝剑好，因为上礼拜六那个朴宝剑来做 fan meeting， 其实压力很大，是因为他是人生第一次到海外做粉丝见面会，然后他也是第一次到台湾，所以你将心比心去想啊，如果你是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艺人，然后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人生地不熟，还要做 fan meeting， 还要弹钢琴，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也要让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哈。他花了几十个小时看完那个《请回答1988》，也蛮感动的。那个戏是一个中年人会很喜欢，因为1988那个年代就是我们的时代嘛。那我也是那个时候出道的，然后但是又有年轻人他们在社区里面的那种青春的爱情烦恼啊，或者是课业的烦恼啊，家人的烦恼啊等等，所以很有共鸣，在韩国收视率很高。那我要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请回答1988》这个戏20集里面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就是没有反派。在这个戏里面呢，没有那种勾心斗角的反派啦，或者是杀人放火的反派啦，或者是那种把你逼到绝境的啦，没有可是他却可以创造很高的收视率。所以我们做电视的朋友呢，一定要去思考，一定要撒狗血吗？一定要那种非常的揪心啊，或者说是恨到牙痒痒才可以成功吗？其实可以参考一下。那朴宝剑在里面演一个很厉害的围棋高手，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到他长大到结婚，那过程里面大家也就在猜到底女主角会嫁给谁哈。看完之后呢，我也真的就爱上他了，没想到合作的时候呢，依旧是对他非常的喜爱疼爱，因为他很有礼貌，而且很专业。在那个见面会前2天，我一直收到各种版本的节目表的 email， 一直在 update， 就是节目又要变，节目又要加什么，加弹钢琴等等等。哇，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你不用做那么多，大家已经秒杀，那个票已经卖完了，其实你根本不用做那么多。可是他为了要让台湾的朋友呢看到他的诚意，他就练了这个小幸运，然后现场伴奏大合唱，那感觉都让我觉得很过瘾哈。那没想到昨天他又在微博呢又转发了我的微博写了一大堆英文这样做一些感谢。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暖男了，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戏看着看着你会喜欢他里面所演的角色，但是你碰到本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怎么本人差那么多戏里面可能是这样，可是本人不是，你就会觉得说那也安内啦，就是有点破灭可是你就是喜欢他演的那个角色嘛，所以你爱上他嘛。所以只要很多演员后来回到本尊的时候就别康了可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崔泽就是他里面的角色回到现实世界的宝剑还是一样的暖，所以这是我觉得特别迷人也特别奇妙的地方，那个角色根本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这个韩剧来看。那也开心的就是他第一次刚刚讲海外第一次的 fan meeting， 还有台湾第一次的这个宣传行程呢都非常的顺利成功，他也对台湾的粉丝留下超级完美的印象。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因为即使是过了6日已经过了3天了，我想很多粉丝跟我一样都还是对这个宝剑是念念不忘希望将来，因为我们那天在国际会议中心就在讲说，以他的实力应该可以目标小巨蛋。好。